雷军有电，经济有车，时隔1000多天，不负众望，小米汽车集百家之所长向我们走来了。手机行业里，小米是友商头里大。在汽车行业，小米作为后来者，能不能继续干翻友商，甚至干翻华为？在新能源3.0时代，华小魅三家谁又能笑到最后呢？如果从入局方式来看，三家各不相同。华为成为供应链的一环，合作由浅入深有3种模式。想要扩大规模，就是不断的找合作方。这个时间点最佳的合作伙伴就是传统车企。余承东早年自己也说过，选车 BU 的传统车企是不太行的。侧面也说明华为与之合作话语权会非常高。目前智选车、SUV 和轿车已经确定，大类里只剩下 MPV， 其他品牌可能只能选嗨模式了。小米深度投资产业链公司，并亲自下场造车。从13年雷军见完马一龙之后，雷军就开始发动超能力，各种渠道投资新能源产业链，布局这一赛道，并且在北京亦庄开始自建工厂。就在技术发布会前几个月，雷军还在投资相关公司，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也都拿过雷军的投资，包括但不限于蔚来、小鹏、爱奇艺、快手等等。魅族背靠吉利集团，风险算是最小的，也不用深入产业链，主要还是依附吉利，并且就算魅族不造车，将自身软件搭载于吉利体系车型上，也能站在车机第一梯队的位置。目前看，华为已经靠 M7、M9、S7 的大卖证明自己入局方式的可行性，魅族有吉利兜底，不会有啥问题，最多就是换颗吉利系嘛。只剩下小米这个类似买大车的路线还有待验证，毕竟有无数前辈失败了。小米汽车想要站出脚，性价比是关键，想要做出性价比，供应链的整合又是关键中的关键。拿捏供应商，那也得销量说话。但小米的供应链管理不能说差吧，至少骂声是不少的。无论是手机的质量，还是时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，背后的核心就是小米供应链管理交叉。小米不仅差，还能和 T0级别的供应商吵架，比如著名的小米三星交恶事件。简单来说，当时的小米供应链负责人周光平和三星中国区高管吵架，三星这边一怒之下决定不给小米供应产量极其有限的 AMOLED 屏幕，也就是原本打算用在小米 Note 2上的曲面屏。但小米是小米，雷军是雷军，这件事情最终还是雷军几次亲自飞到韩国三星总部道歉，三星才同意2年之后给小米供货，因为这2年订单已经排满了。这次交恶也是雷军接管小米的契机。后来2020年，因为手机市场萎缩，小米增长开始放缓，所以雷军需要为小米找到第2发展曲线。而新能源汽车本质还是汽车工业和消费电子工业的整合，这对小米的智能生态链能起到补充作用，和个人移动设备、智能家居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智能生活场景。而且随着越来越多消费电子领域的巨头开始下场布局，如果小米不做的话，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、柯达呢？所以对于雷军而言，造车是一定的，就是你不得不干。但造车雷军也清楚，小米的供应链还没牛到可以跨行业，他有的只有冷冰冰的超能力而已，所以他需要广撒网的投资相关公司。但钱对于雷军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，人才才是造车的关键。但谁能帮小米造车呢？金凡吗？造车的人还是得雷军亲自去找，这是又当爹又当妈。在2020年决定造车之后，雷军就开始四处拜访车企，和业内人士沟通学习，顺带找找有缘人。这不，雷军就借此找到了小米汽车的关键人物之一胡真南。这个名字可能在大众里并不出名，但是他参与开发的车型你一定听过，比亚迪 F3、哈弗 H6、吉利博越。在被雷军挖走之前，胡真南是吉利研究院院长。胡真南2012年离开自己创办汽车设计公司上海龙创，加入吉利，并在14年接手吉利3.0时代的转型之作博越。他对博越的要求非常高，几乎每天都扑在项目上。2016年博越上市之前，投入了192辆样车进行路测，累计测试行程260万公里。现在都还能找到博越研发的科技成果登记表。也是凭借博越，2018年胡真南晋升为吉利研究院院长，负责吉利整车开发和核心技术研究。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但胡真南作为吉利的外部引进人才，位置基本已经到顶了。在新能源浪潮中，吉利也并没有将重担交给他，所以此时的胡真南其实也在谋求其他的发展机会。而恰恰这个时候，雷军和胡真南相遇。为什么说胡真南是小米汽车的关键人物呢？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证明。首先是整体协调能力。金凡曾经说过，小米在开始做新业务或技术有3个关键：共识战略、组织架构、标准流程。小米汽车的共识战略由雷军把控，而组织架构和标准流程由业内人士胡真南负责最好不过。第二是技术层面，速七的研发和生产进度都由胡真南把控，并且他还会亲自去上海天马赛车场用速七刷圈，感受速七的操控体验、动力等。第3就是回归工程师的本质，用心打磨一款好产品。过去传统车企开发一款车，从立项到实验通常需要3年时间，但新能源时代，互联网大
大佬们将这个时间缩短了一半，只要18个月。开发速度的提升自然是件好事，但有些时候只有慢下来才能打磨好一款产品。第二个关键人物就是前麦格纳中国区副总裁黄振宇，接管小米汽车供应链总经理的位置。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，汽车制造和配套产业作为制造业最重要的分支之一，一直被视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，不仅涉及多个产业，而且配套产业链之间关联高，要求严，因此汽车行业的供应链管理被公认为是最复杂最专业的领域。过去传统车企的产业链结构是链状的，但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，汽车产业链正在朝多主体参与、专业分工更加融合的网状结构发展。在过去的10多年里，造车还是相对轻松的，大家都是供应链技术的整合商，但这种模式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，就是信息传递效率低下。主机厂的真实需求跳1知道，跳2可能知道，跳3完全不知道。前几年产业链缺芯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缺芯的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传递链条太长了，恐慌和焦虑心理一级一级传导，造成了很多信息的失真，而企业每次调整又要花2到3个月的时间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，车企都是和芯片厂直接沟通的，不仅可以高效的传递信息，也可以更好的管控芯片。除了芯片厂之间的壁垒被打穿，几乎所有的核心供应商车企都会开始直接对接，车企和供应链之间的壁垒被打破。还有一点就是可以降本增效，省去了中间的物流、仓储等等环节。毕竟现如今的新能源汽车基本都是以价换市。11月智界 S7 发布，余承东就说25.8万的预售价，在经过内部多轮成本核算后，依然是亏损的，靠后来规模上来后扭亏为盈。小米汽车可能采用的就是这个打法。根据降本增效的方式不同，目前产业链也分为了2种，一种是以特斯拉、比亚迪为代表的高垂直一体化整合，另一种就是专业分工协作。这2种方式的背后其实就是话语权之争。在链式结构下，车企毫无疑问才是核心，而网状结构会让头部零部件企业开始与车企争夺话语权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、宁德时代。华为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技术已经成为问界、智界、阿维塔等车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同时，华为也大力介入到问界、智界、阿维塔等车企的研发、制造、营销环节当中。电池成本会占到一台新能源汽车总成本的40%，因此在电车产业链中，动力电池企业变成了以规模取胜的寡头垄断形态。像宁德时代、福迪这样的厂商在产业链中占据了相当高的话语权，这在传统汽车供应链是难以想象的。但供应链是制造业的命脉，肯定不希望被别人拿捏，更何况还是占总车成本40%的电池。所以现如今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自研电池。雷军造车没有像手机时代早期一样完全采用代工的方式生产，而是北汽一边代工，自己一边自建工厂。选择自建工厂的理由也非常简单，目前的新能源行业还处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过程，自建工厂既能加快产品迭代速度，又能保证品控。我相信小米在这上面吃的亏不算少。祝福你们全家。前不久的发布会，雷军试图从各个技术层面证明小米汽车的实力，屌爆了！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点，这些只是门槛。现在的新能源市场里，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，感觉不是世界领先水平都不好意思发布车了。大部分技术到底是比大小的数字游戏，还是实打实的革新？对实际使用体验是否有非常大的提升，还有待验证。虽然现在硬件占据了很大的主动权，数字比大小确实也能让大众了解孰强孰弱，但是在下半场的智能化里，硬件就是门槛，没有这些，车企连台桌都上不了。这个时候比的就是谁家的软件更强了。就拿今年 L3 试点放开来说，今年势必会掀起一波自动驾驶之争。没有 Top 级的算力芯片和传感器，拿什么和别的车企比？那智能化时代，车企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？是数据。还是拿自动驾驶举例，现在主流的 BB 加 Transformer 算法就是数据越多，自动驾驶越强。没有大量的数据支持，就是比不过友商。所以我觉得小米汽车大家真正应该关心的点是自动驾驶。至于智能座舱的体验，完全不用担心华为、小米、魅族这3家手机厂未来一定是智能座舱里第一梯队的存在。至于这段时间很多人谈论的小米汽车会不会成功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定的。真是看到不就干嘛？因为小米在不可能拿到造车资质的时间点拿到了造车资质。2017年之后，工信部新发的新能源生产资质数量屈指可数，新势力想要量产只有代工和收购2种方式。2022年，工信部再次收紧资质，要求代工厂和品牌双方都具备资质才能量产新能源车型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小米汽车可以量产汽车就已经不简单了。提醒一下，小米汽车全称北京小米，北京政府什么级别不用多说了吧。而且新能源时代在1线城市里，北京确实是落后的，所以北京一定会大力扶持小米汽车，可以说小米汽车想失败都难。再就是小米汽车入局的时间点也是非常的好，既不用教育市场，又能享受非常成熟的新能源产业链。全球最便宜的 Model 3不在美国，全球最便宜的大众 ID.3 不在德国，并且最早入局的魏小李只有理想一家活得还不错。未来和小鹏从2023年的 Q3 财报来看，也没有因为先入局拿到什么优势。华为入局
不早，现如今不也卖爆了吗？那么现如今新能源比的是什么呢？产品和渠道，这2点雷军有啥好担忧的？无论是小米手机还是小米生态链，都能证明雷军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产品经理。渠道方面，汽车是一个地域性非常强的产品，知道魏小李品牌的可能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，但是国内小县城才是常态，他们可能都没听过这仨牌子，或者不太敢买。但是手机品牌就不一样了，哪个小县城没有华小 OV 的手机店？华为已经证明手机店卖车的可行性，而且小米之家已经铺得非常开，超过1万家店，覆盖2200个县城，县城覆盖率超过80%。小米商城曾经也是仅次于淘宝和京东的第3大线上零售平台，在渠道上还是非常能打的。所以说小米汽车一定能成功，我们只需静静等待小米汽车的正式发布会，一切就能揭晓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关注加3连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